夜归鹿门山歌是唐代诗人孟浩然的一首诗，这首诗特别有意思，因为他写的是诗人晚上回家的情景，但又不仅仅是回家，还写出了那种超脱尘世、回归自然的心境。读这首诗的时候，你会觉得特别宁静，仿佛自己也跟着诗人一起走在回家的路上。让我们先来朗读一下这首诗，感受一下孟浩然笔下的那份宁静。山寺钟鸣昼已昏，渔梁渡头争渡轩。人随沙岸向江村，余亦乘舟归鹿门。鹿门月照开烟树，忽到庞公期隐处。言非松径长寂寥，唯有幽人自来去。读完这首诗，我们仿佛跟着诗人一起走了一趟夜归的路。诗的开头，山寺钟鸣昼已昏，渔梁渡头争渡轩，一下子就点明了时间和地点。山寺的钟声响起，天已经快黑了，而渔梁渡头那边，人们还在争着过河，一片喧闹。这种对比特别有意思，一边是山寺的宁静，一边是渡头的喧嚣。接着，人随沙岸向江村，余亦乘舟归鹿门。这句诗写出了诗人和其他人的不同，大家都顺着沙岸往江边的村子走去，而诗人却乘着小船往鹿门山的方向划去。这种选择让人觉得诗人特别有个性，他选择了一条不一样的路。然后，鹿门月照开烟树，忽到庞公期隐处。这句诗写出了诗人回到家的情景。月亮照在鹿门山上，烟雾中的树木渐渐清晰起来。诗人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到了庞德公曾经隐居的地方。这种描写特别有画面感，让人一下子就能感受到那种宁静和超脱。最后，言非松径长寂寥，唯有幽人自来去。这句诗写出了诗人隐居生活的心境。岩石做的门，松树成荫的小路，一切都显得特别寂静，只有诗人自己自由自在的来来去去。这种描写特别能让人感受到那种超脱尘世的宁静。这首诗虽然不长，但读起来特别有意思。孟浩然用很生动的语言写出了自己晚上回家的情景，但又不仅仅是回家，还写出了那种超脱尘世、回归自然的心境。这种描写特别能让人感受到那种宁静和超脱，即使我们没有真的走过这条路，也能通过诗句感受到那种氛围。总之，夜归鹿门山歌是一首特别值得我们反复品味的诗。它不仅有动人的场景，还有深刻的情感，更有孟浩然那种独特的艺术魅力。读这首诗，就像是跟着诗人一起走了一趟夜归的路，感受他笔下的那个宁静世界。希望我们都能通过这首诗，感受到那份宁静和超脱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除了点赞、关注和分享，也可以请我喝杯咖啡哦。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